这段时间脑辅的热度非常高，这并不是一个比喻，而是神经科学家在脑电图上亲眼所见的功能性断联。这解释了为什么你盯着屏幕10分钟却写不好一行字儿，为什么你刚用 AI 总结完要点，一转眼就忘得一干二净。那很多朋友可能还记得，在打破脑辅以前那期节目里边，我们提出了一个警告：过度依赖 AI 会导致大脑的 C 隐指挥官因疏于锻炼而能力下降。那当时我们更多的是从功能和行为层面发出的预警。今天呢，我们将更深入和具象的进入大脑内部，看看当初的预警如今是否真的已经变成了物理损伤。我不仅会带着你看懂这些损伤的铁证，更会按惯例给你一套基于前沿科学的脑辅康复3部曲操作手册。在视频最后，你可以点击阅读，马上开练。我是 Mind Hackers 的老卢，我的频道帮你科学思考，探索内心，并把知道真正变成做到。让我们直接进入正题。首先要再次强调，刚才提到的大脑神经网络断联，在生理层面确实存在，而且已经有了基于脑电图数据的研究作为证据支持。一项由欧洲多所大学联合完成并发表在国际神经科学期刊的最新研究发现，长期职业倦怠人群在额叶和中线区域的阿尔法3频段脑电功能连接出现了可以量化的下降，尤其是右额叶区域。那前额叶呢，是我们用来做决策、做计划、保持专注、切换任务的这个关键区域，也就是大脑里那个负责管理执行任务的 C 隐指挥官所在的大本营。换句话说，这个 C 隐执行官呢，并不是完全下台不干活，而是像网络信号变差，时不时掉线，命令呢发得更慢，配合也变得不那么顺畅，整个系统的协调度就下降了。所以你感觉思路好像断断续续，注意力没法集中，明明想好好干活，但是精神也打不起来，很可能就正是这套指挥系统在后台发生了卡顿。从神经科学的角度，这已经不只是我好像变得很拖延，我是不是太懒了这些主观上的抱怨，而是可以在脑电图上测量到的客观变化。你的大脑里执行网络的某一些连线确实是断联了，但为什么呢？是什么导致这场大脑内部的网络瘫痪呢？这要就从我们大脑的情绪安全部队杏仁核说起。当我们长期处于高压之下，身体就会释放大量的压力激素，比如皮质醇。这些激素呢，就像警报，让杏仁核持续处于战斗或者逃跑这种过度激活的状态。根据心理科学协会的研究，长期倦怠会导致你的杏仁核物理性的扩大，而 C 隐指挥官所在的内侧前额叶皮层就变薄了。一边的保安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失控，另一边的指挥官却越来越弱，结果就是情绪脑劫持了理性脑。那这套失控的机制让你不仅是容易疲劳、容易焦虑、容易易怒，更直接的后果就是你的工作记忆系统就频繁崩溃。这就是为什么你又看不懂文档，又转头就忘，这就是断联的生理学真相。但真正危险的是，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一个工具会以10倍速加剧这场大脑内部的网络瘫痪。很多看过我们打破脑辅那期节目的老朋友，已经很熟悉认知外包这个概念了。当时我们更多的是把 AI 当做一个让大脑变懒的工具来讨论，但现在呢，我们必须引入一个新的、更凶险的变量，就是长期压力。在第一幕里边，我们看到了长期压力本身就会直接损伤你的前额叶，让 C 隐指挥官的指挥部摇摇欲坠。那当一个已经被压力损伤的大脑再遇上认知外包，会发生什么呢？为了让大家直观理解这个过程，我来呈现一个发表在顶级期刊《自然》上的经典实验。那第一阶段呢，科学家招募了一群完全不会玩杂耍的普通人，让他们接受为期3个月的杂耍训练，每天练习，直到能熟练的同时抛接3个球。那第二阶段，在3个月以后，科学家扫描他们的大脑，发现和视觉运动相关的颞中区灰质体积就明显增加了。这证明通过刻意的练习，他们的大脑长出了新的物理结构来适应新的技能。那你的大脑就像肌肉，刻意练习哪儿就会物理性的变强。那这个实验最关键的部分在后边，第3阶段，科学家让这些人完全停止练习杂耍，3个月之后再扫描，你猜怎么着？这些新增长的脑区又萎缩回原来的大小。所以现在我们回到职场，把练习杂耍这个技能换成每天都在做的事儿，思考、分析、构建逻辑。当我们把这些本应该由 C 隐执行官、C 隐指挥官亲自指挥的战役一次又一次的外包给 AI 的时候，你猜你的前额叶会经历一个怎么样的过程？
就在现在，此时此刻，他正在经历和停止练习那些杂耍者大脑同样的萎缩过程。所以这就是我们从打破脑斧那个 1.0 的版本到现在 2.0 版本认知的升级。在 1.0 的时候，我们担心的是认知外包导致的功能性衰退，而在 2.0 的这个时候，我们有了更清晰的证据，我们面对的是压力损伤和认知外包共同作用下导致的物理性萎缩。这就是最可怕的双重打击。一个本来就受伤的指挥官 C.E.N 不仅得不到休养，还被剥夺了所有训练的机会，导致肌肉萎缩，这才是数字倦怠和脑斧最凶险的真相。已经到了第3章了，老卢该帮你解决问题了。如果大脑神经网络已经出现了物理断联，前额叶也因为压力而萎缩了，那应该怎么办呢？很多看过我们打破脑斧这期节目的朋友可能还记得 AI 认知三角，当时我给的建议是多用反向质疑、手动整理信息，那是一套很好的认知行为习惯，相当于是给你的大脑装了一个防沉迷软件。但今天呢，面对EEG扫描图上那些真实的物理损伤，光靠软件升级已经不够了，我们需要一套针对你大脑硬件的神经复健方案，我们要康复。大脑萎缩的肌肉同样需要特定的训练才能恢复回去。基于2025年最新的神经科学研究，我们给你设计了3项阻抗训练。请注意，接下来的内容呢，不仅是生活建议，而是3组高强度的认知复合练习。它们绝对不会舒适，会让你大脑发热疲劳，但这正是神经元正在建立新突触的一个物理信号。首先，我们要修复被 GPS 思维废掉的海马体。我们知道，出租车司机的海马体因为去记忆道路而变大，而我们在数字世界里迷失，是因为我们习惯了听着导航傻瓜式的驾驶，却忘了用大脑去画一张会拐弯、能放大给鸟看的活地图。所以我们要进行空间回溯训练。您每天结束工作时候，不要写流水账日记，闭上眼睛，在脑海中构建一下你今天的时间轴。关键在于你不要用语言描述，要用空间位置。想象上午的项目会议在左上角的一个虚拟会议室，中午和下属的one-on-one对话就在中间的虚拟走廊，下午呢在办公室写代码，在右下角的一个虚拟办公室。强迫自己像无人机一样在这个虚拟空间里边飞行，去检查每一个角落的细节。这不仅仅是记忆的训练，这是在强迫海马体的位置细胞重新活跃起来。当你拒绝 AI 的线性总结，转而用空间去编码这些信息的时候，你就是在对抗海马体的萎缩。请注意，哪怕不是对真实世界真实位置的空间思考，哪怕只是虚拟位置练习，它同样对你的海马体是有效的。这个练习呢，其实就是让大脑把空间位置和当时发生的事儿牢牢绑在一起，记忆就很清晰有条理。我在写文案的时候就想起，如果换成眼耳鼻舌身意，那岂不就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用脑神经科学来解构文学作品，会不会增加乐趣呢？第2项训练针对的是那个生锈的开关——注意力换挡系统。脑雾脑斧的患者想专注的时候，手机刷个没完，进不去工作状态；该放松的时候呢，工作也刹不住车，停不下来休息。所以说，我们必须修复 CEN 执行网络和 DMN 默认网络之间的通讯连接。那针对这个问题，我们选用源自于正念冥想的改良版本训练，开放、聚焦、双向循环。请你设定一个5分钟的计时器，我们先30秒一组 DMN 档位，彻底放弃焦点，不仅是视觉，听觉也要放弃，接受环境中所有的噪音，不要给他们贴标签，只去感受我的存在。这样的目的呢，是让 DMN 网络极度活跃。然后再30秒一组是 CEN 档位，我们瞬间的切换回来，把所有的注意力都坍缩到呼吸鼻尖这一个点上，排除一切的背景音。这个呢是在强制 CEN 网络接管，30秒加30秒，我们每分钟一轮，连续5组，总共5分钟。那这种高效的档位切换练习，就像是给你的大脑网络做一个间歇跑 HIIT， 或者它可以物理性的修复2个网络之间的连接效率，解决断联的问题。最后是今天的重头戏，这是专门针对前额叶皮层的增肌训练。在打破脑斧那个版本里，我们提过信息系统性整合这个概念练习，但那个版本太温和了。今天我们要按照工作记忆训练 WMT 的标准，把它升级为认知缓存的重构。这个训练极其痛苦，它模拟的是实验室里的 NBAC 测试原理。那第一步，高带宽输入，请给自己设定严格的2分钟闹钟，阅读一篇高难度的技术文档或者行业分析，不
不仅要读，你要像扫描仪一样，试图把逻辑结构、关键数据，甚至论证的漏洞，全都暂存在你的大脑内存里边。期间严禁动笔，严禁截图。那第二步是干扰期，这一步非常的反直觉，请你合上电脑，不要马上回忆，强制自己做30秒的无关动作，去喝一口水，揉揉自己的腿，深蹲5次。那这是神经科学的干扰注入。真正的强者要在干扰存在的情况下，依然维持前额叶的电位活跃，这才是对抗转头就忘最狠的一招。那第3步呢，重构，请你拿出一张白纸，凭空重新构建刚才的内容，不是单纯的默写，是重构，画出逻辑树，填入刚才暂存的那些数据。当你感到额头紧绷，准备放弃的时候，那恭喜你，这就是进展，这就是你的前额叶皮层在充血，神经元正在建立新突触那种物理的感觉。那最后，如果你觉得还不过瘾，你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搜一搜，搜这个关键词 NBack， 你会发现是有专门的 APP 进行训练的。如果说打破脑斧 1.0 的反向质疑是让你学会思考，那 2.0 的缓存重构就是在逼你大脑扩容，就像健身房里的力竭组，只有在脱离 AI 辅助并且存在干扰的情况下，依靠自身力量撑起每一次重构，那才是有效的认知增肌。数字时代最大的风险不是我们被 AI 取代，而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选择了自我降级。我们把大脑最宝贵的思考、连接、创造这些能力拱手让给外部工具，然后反过来还去为自己大脑出现的断连脑斧去焦虑。所以今天你看到的是一份行动的邀请，通过老卢给你整理的工具，以及您日常工作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健康使用 AI 工具，重建你的大脑网络，本质上是夺回我们人类的核心身份。作为我们新行者 Mind Hackers， AI 不应该是我们平时走路时脱离不开的那些认知拐杖，而应该是我们攀登高峰、踏上新旅程最强大的那一对登山杖。现在就像我开头承诺的，我已经将今天提到的脑斧康复3部曲整理成一份详细的 Notion 版的操作手册，包括具体的练习步骤，链接就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置顶，你可以免费的去复制使用。也请您在评论区告诉我今天的内容哪个部分最触动你，打算从哪个练习开始重新去连接你的大脑。如果你也认同成长始于探索和行动，请订阅新行者 Mind Hackers， 让我们一起 hiking， 脚步丈量世界，思考探索内心。我们下期见。